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海内外热议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呢叫内循环。那我也看了一些人的分析和判断啊，基本呢他都是把内循环和闭关锁国联系在一起。那虽然从字面上来讲呢，就是内循环啊，内需市场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关起门来自己玩的意思。但是呢，中国有句古话啊，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那有时候呢，就是这种理解的一点点偏差啊，就会对内循环的这个真正理解产生很大的这种偏离和误读。那今天呢，我就分3个部分啊，解读一下何谓真正的内循环。那第一部分呢，先说一下这个内循环是怎么提出的，原话呢是怎么说的。那第二部分呢，说一下中国的这个内需市场究竟怎么样啊？因为你要讲内循环嘛，你这个内需市场是怎么样的，这个很关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内需市场能不能支撑中国实现真正的内循环。那第3部分呢，就是讲一下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内循环啊，尤其是从这个服务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去理解一下真正的内循环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内循环的这个首次提出啊，它是怎么提出的一个过程。那首次提出呢是刘鹤副总理啊，他在618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一个书面发言里面提出来的。他在那个书面发言里面，他讲到啊，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啊，这是第一次提出。那接着呢，就是这个中国最高层这一次在7月21号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啊，一个讲话。那这个讲话呢，它有全文啊，网上大家也可以查到。那他这个讲的是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啊，这个话是这么讲的。那这次讲话其实除了这个内循环这个关键词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他说到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啊，然后还对企业家提出了一些希望和要求吧，就希望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啊，希望企业家诚信守法，希望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的话。那其实中国最高层呢，他每次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提法或者一个新的措辞的这个出现啊，基本都会对未来经济呢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呢，往往是当下看不出来的，就过了几年回过头来你再看呢，才发现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当时13年提出过新常态啊，15年的提出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去1降1补啊，到今天提出这个内循环啊。你像13年的新常态提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新常态啊，怎么个新常态法啊？实际上到后来发现，就是忍受这种经济的持续下滑啊，尤其是传统产业的这种下滑，然后在这种下滑中呢，希望实现一个转型升级啊，尽管最后并没有那么顺利。然后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更是了啊，这个字眼本身就晦涩难懂，结果过了3-5年、2-3年以后，回过头来再一看啊，原来是涨价去库存啊，人们才反应过来。那这次也是一样啊，这个不知道会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很困惑。那我们看一下这次企业家座谈会的一个企业参会人员的名单啊，这个名单网上也露出来了，一共呢是有25家企业参会，其中呢有11家的国有企业，11家的民营企业啊，还有3家的外资企业，基本呢就是比较均衡，也比较有代表性，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有3家企业呢还是科创板上的这个明星股啊，就是这个像中芯国际啊、寒武纪啊、中微半导体啊，就这种芯片股，代表新兴产业的。那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上一次搞这种企业家座谈会呢，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8年11月份，对吧？当时搞了一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那个呢主要是为了解决民营企业家的这个顾虑的问题啊。就当时很蹊跷，社会突然出现了一种声音、一种舆论，说民营企业家该退场了啊，民营企业家退场论，搞了这个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啊，做实业做的也不踏实了。后面就专门召开了一个这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就提出这个民营企业家也是自己人啊，然后才打消了社会上这种舆论，打消了人们的这种顾虑。那这次呢啊，这个整个提出这个国内大循环，我给大家刚才介绍了这个概况啊，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也是一个很新的措辞。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中国的内需市场究竟怎么样，中国的这个消费这一块能不能足以支撑起这个内循环啊？那我在前2期有一期内容里面讲过中国经济上半年的一个概况，其中讲到了拉动 GDP 的3驾马车啊，像消费、投资还有出口，对吧？然后投资是最强劲的啊，上半年已经转正了，好像同比增长是1.2%还是1.6%啊，反正是一个正增长，主要是靠4、5、6月份的这个基建的狂飙突进啊，还有房地产开发的这个狂飙突进啊，其中制造业投资是比较萎靡的，但是主要靠基建和房地产拉动。然后就是出口这块，6月份的数据已经转正了
啊，进出口全部双双转正，整个进出口这块数据呢也比较有韧性啊，主要中国这个民营企业确实比较强大。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消费，最弱的就是消费啊，最萎靡的就是消费。那消费呢，我们主要拿了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分析。那当时分析下来呢，大家也给大家看了那个图，对吧？它1到6月份恢复到现在，同比还是双位数的下滑，同比下滑11.4%，对吧？跟投资啊，跟进出口比起来，它是最弱的一个复苏啊，说明老百姓手里真的是没钱，内需呢是真的是不旺盛，再加上啊，这前一阵子总理提出来的6亿人平均只有1000的收入啊，那没有钱嘛兜里，那怎么去消费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看几个细分的数啊，有一个叫全国限额以上商品的零售数据。那限额以上什么意思？就是年销售额500万以上的一个数据。那大家可以看啊，我把它分成了6类。那第一类是粮油食品，第二类是服饰纺织品，第三类是石油制品，第四类是汽车，第五类是家用电器，第六类是其他。那还有个合计，还有个餐饮业，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在18年呢，相比17年下滑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因为18年当时搞去杠杆嘛，整个实体经济是一直下滑的一个状态，包括股市也是一个下滑的状态，对吧？因为当时这个货币政策比较紧，它搞去杠杆嘛，最后整个18年下来，整个杠杆去了1.5%，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也就下来那么一点点。那18年就下滑，19年呢就是有所好转，主要是因为18年后面进行降准啊，货币宽松，货币刺激，然后19年的经济的就好转了一些，整个这个数据你看都转正了。然后到了2020年啊，很不幸，这个遇到了疫情，结果又开始下滑，而且下滑的这个幅度更猛烈了，更剧烈了，全部都是双位数啊。在18年的时候呢，还是单位数的下滑，到了2020年呢，就是双位数的下滑。大家可以看啊，除了这个粮油食品，你看是正增长7%以外，其他的你看全部都是负增长，而且都是双位数的大幅负增长啊。你像纺织、服装啊，没人买衣服了，下滑22%啊，石油价格也跌了，这个所以说负的是18%。然后汽车就别提了，从18年就开始下滑，一直到现在还在下滑，而且幅度越来越剧烈啊。然后家用电器啊，都下滑的很严重。然后你看餐饮业收入啊，因为受疫情影响，整个餐饮业是一片萧条啊，整个这个非常难做，下滑30%。所以说这是限额以上啊，把它拎出来各个大类的一个下滑数据，可以看出来消费是非常萎靡的，对吧？这个内需市场并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数据啊，这个我们要看2个大件儿，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汽车，这2个是人们消费里面的2个大件儿，对吧？手机消费大家可以看，从这个17年其实就开始下降了，这个需求就比较萎靡啊，一直下滑。这个你看到2020年1到6月份，同比下滑17.7%啊，下滑的也是很剧烈的。然后到乘用车的时候，我之前也说了，从18年就开始下滑啊，整个已经下滑2年半多的时间了。那到今年的上半年呢，下滑22.6%啊，所以这2个大件的消费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老百姓手里真的是没有钱啊，贫富的差距太大。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客运量，因为是跟这个经济息息相关的一个指标，对吧？你要出差啊，你要旅游啊，你要四处走动啊，都跟客运量有关系。所以客运量大家可以看到，整个1到6月份上半年的下滑54.8%啊，根本就没有恢复啊，离这个正常水平还差得远啊。这么大的下滑，说明整个商务啊，整个经济活动还是没有真正的恢复啊，尤其是在消费这一端。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指标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租赁市场啊，因为租赁市场呢，它跟就业是息息相关的啊，租赁市场好不好，直接就反映了这个就业市场，这个就业的情况怎么样。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租金现在啊，租房的控制率一般是要控制50天啊，租金呢，各个城市全部下跌啊，不管是北京、上海、深圳1线城市还是2线城市，租金全部在下跌，所以整个给你的感觉啊，就是说消费很难旺盛，对吧？因为就业也不好，这个租赁市场也不行，整个消费呢是3驾马车里面最弱的一块，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去讨论啊，说这个搞内循环，这个内需这么弱的情况下，怎么去搞内循环呢？内循环是这个意思吗？是真正就是把这个内需市场做大吗？啊，在我看来呢，可能不是这个意思。那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它是2个循环构成的，本来这就是有2个循环，一个叫内循环，一个是外循环，对吧？内循环主要是靠基建和房地产啊，包括那些汽车啊、手机那些大件的消费。那外循环呢，主要就靠外部市场，对吧？然后通过进口原材料，然后出口产成品啊，进行一个外部循环，然后赚取外汇。那其实这个内循环和外循环2块，它
任何一个如果被打破啊，整个经济体这就玩不转了。你比如说14-15年啊，当时呢它面临的是内循环出了问题，就是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的模式走不动了，整个传统产业呢摇摇欲坠。那其实房地产其实基建呢也是建立在房地产上的，关键呢就是房地产玩不转了，对吧？房地产这个库存太高了，然后整个是个14-15年是喋喋不休的一个趋势。那当时呢这个就有内循环坍塌的风险啊。后面当然通过这个供给侧改革啊，3去1降1补，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政策啊，它把它刺激经济又把它给拉起来了，所以内循环的危机呢暂时就解除了。那08年那一次经济危机呢，主要是外循环啊，直接它就造成了外需的坍塌式的下滑，整个外需市场就没有了，突然整个断崖式下滑，农民工集体失业集体返乡，所以那个是外循环出问题的一个典型代表。那这一次是什么呢？这一次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双向萎靡它虽然没有断崖，因为全球都进行了货币刺激嘛，都进行了货币扩张，所以没有断崖式下滑，但是呢，都产生了一个萎缩的双向萎缩的问题不管是内需市场还是外需市场，其实都在萎缩。那虽然没有就是像08年和14-15年那种就是崩塌式但是这个肉眼可见这种萎缩呢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全球化走到今天以后整个这个外贸市场其实整体全球的这个贸易量在萎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进入一个存量市场的竞争，都在争夺存量其实内需也是一样，内需大家也在争夺存量嘛，那都在争夺存量的一个情况下怎么进行一个内需的内循环的这个为主体，内循环和外循环双向促进呢其实在我理解它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想干的一件事情，它是少花钱多赚钱比如之前在海外买那些海外旅游这些那些钱少花一点，然后把那部分花的钱呢尽量挪到国内你在国内去消费多花一点钱，然后出口这一块呢，该出口就还是出口，能赚多少钱还是赚回来多少钱因为外汇还是需要的嘛，所以说他不会轻易搞这种就是真正的闭关锁国，因为这个时候闭关锁国对中国明显没有利，对吧？你这个时候闭关锁国了，你那个明明还能赚外汇，还能赚到海外市场的钱，你为什么不赚呢？所以说它这个所谓的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是指就是过去在海外花的那些钱你最好就不要花了，在国内去花尽量去国内去花。同时呢，你以前需要进口的很多东西，比如说芯片或者是其他的进口的一些食品进口的东西尽量少进口，尽量搞进口替代，国产替代总的来讲吧，就是说少花钱如果要花钱，那你也把这个钱尽量花在国内然后呢多赚钱多赚海外的钱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真正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海外市场，就是这个海外买海外服务贸易的这块的一个状况因为你海外买或者是海外消费，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就体现在服务贸易的这个逆差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用货物贸易赚了很多钱，但这些钱呢，很多又通过服务贸易花出去了又消耗掉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就是这个从2000年到现在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一个差额。那这个数据呢很鲜明，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2000年以后，其实到现在在服务贸易上一直是一个逆差因为在服务贸易上中国没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不管是这个旅游这个留学还有在海外就医种种的服务贸易中国一直是逆差，从2000年以后就逆差。但是这个逆差呢，大家可以看到，从09年以后它就开始扩大。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线呢是出口，服务贸易的出口有一些服务贸易出口，然后橘黄色的线呢是服务贸易的进口。那用这个进口减去出口就是服务贸易的逆差。那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时候，18年达到2800亿美元。这是第一个图。第二个图呢，大家就是看一下2019年这个服务贸易里面逆差哪些部分哪些子项构成了最大的一个份额。那可以看到呢第一大的就是旅游旅游占了整个服务逆差的总的大概80%多第二项呢是运输，第三项呢是那个知识产权那我把这三部分呢再拆细的再看一看。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旅行项目。那旅行项目可以看到，从2009年以后这个旅游的这个逆差就开始逐渐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非常快到了这个2014、15、16、17、18年这些年份，这个旅行的逆差基本都接近2000亿美元，甚至超过2000亿美元在最大的年份呢是2018年。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赚回来的这个真金白银，赚回来的这个外汇花到哪儿去了？很多都海外流失掉了有些呢是旅游了有些是
啊，有些就不一定是以旅游为名义啊，最后把这个钱转出去了，它不一定是真旅游了啊。那还有呢，就是海外的这个留学，这些它都统计在里面。那第二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运输项目的这个国际收支逆差，这个也是有大量的逆差。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进口额每年都在增加啊，那进口里面的这个保费和运费啊，就体现在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的这个运输项目啊，所以大家看到也是一个逐年扩大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进口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这个逆差，知识产权逆差就是因为啊有很多的授权许可啊，包括这个软件行业的很多授权许可，你要花这个钱啊，要付这个知识产权费，所以也在扩大。那总体来讲呢，这个后两项就知识产权的逆差和运输项目的逆差呢，啊，一个是金额不算大，第二个呢也是中规中矩的，也是就是必须要花的钱。那主要呢，将来能节省下的钱啊，或者说这个扩大内需的这部分钱是哪部分钱呢？就是这个旅行项目啊，这个旅行项目呢，海外的买啊，海外的留学、海外的旅行啊，它这些开支呢啊是巨大的一笔开支啊，占用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同时呢，这个市场呢啊，如果是加强内循环的话，他希望把这部分的市场消费呢啊放在国内。那其实数据反映出怎么样呢？其实数据呢，上半年的数据也刚好反映了这个服务逆差的缩小。那整个1到5月份，中国的这个服务出口降幅呢？啊，比较降了不少，然后进口降幅进一步扩大，就是出口降幅小于进口19.2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了44.9%到3500亿元，就是这个是人民币啊，同比减少了2851亿元啊，可以看到同比减少接近40%多，就是说正常年份的服务逆差呢，可能上半年就是1到5月份嘛，要大概6000多亿，那现在呢只有3500亿，那等于省了2500亿嘛，那这部分钱呢？啊，如果是能花在内需市场上，那就这个可以扩大内需市场啊，所谓他们的那个内循环啊，就是说更多的钱花在这个内需市场里面。那海外的钱，出口该赚的钱呢，还是要赚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进口替代，对吧？他希望有更多的进口替代。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019年前10大类进口商品额，那可以看到第一大类呢，就是这个集成电路啊，集成电路进口额是3058亿美元。啊，占到14.79%，这是第一大，非常大，就是芯片的进口。那第二大呢，就是石油的原油的进口，然后接下来是铁矿石，其他的呢就是一些细分的小类。那所以说，在集成电路、在芯片这一块呢，中国是非常希望啊能做到这个进口替代的啊，但是现在芯片整个产业链遇到了这个国外的这个阻击啊，所以难度比较大。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集成电路进口这一块的这个逆差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从2012年到2018年整个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逆差呢逐年在增大啊，因为中国进口的芯片越来越多。那在2018年呢，中国的这个芯片的进口额达到3121亿美元啊，是整个进口金额最高的商品。同期的这个出口额呢是846亿美元，然后整个贸易逆差呢达到2275亿美元啊，所以这个的啊，整个这个国内内循环啊，促进内循环，那它就是希望这个整个这个进口商品能够实现一个进口替代啊，少花外汇，多赚外汇。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内循环为主啊，国内国际双循环，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的真正含义就是说，很多的以前要花在外面的钱，比如花在外面旅游的钱、买的钱，尽量呢花在国内市场，这样可以扩大内需市场。第二呢，就是进口的一些物资，进口的不管是芯片啊、资源品啊、其他的品，能够少进口啊，就尽量少进口，或者能够实现进口替代的，就用进口替代。因为你进口替代的本身呢，也是促进内需市场的一个啊，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啊。你比如说国内的芯片能自给自足啊，你去自己采购的话，那不本身也会促进这个内需市场的扩大嘛？啊，当然我举个例子啊，这个芯片不可能完全这个自给自足的，这个水平啊各方面都不够。那所以总的来讲，他想扩大内需市场呢，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主要就是在海外少花钱，第二个就是进口替代，然后呢啊通过这些步骤实现这个真正的就是所谓的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啊。其实最后归根结底就是什么？就是少花钱，尤其是少在外面花钱，然后多赚钱，多从外面赚钱，好吧？那好，最后呢给大家就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内需市场呢，是GDP 三驾马车里面呢最为萎缩的一块啊，就是因为它没有制度性的2次改革分配，那这个内需是很难提振的。我也给大家看了很多数据啊，不管是汽车，不管是
手机，不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还是整个房租啊，整个都是内需可以看出来非常萎靡。那高层这次提出所谓的这个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啊，国内国际双循环为辅的这个新格局，主要是为了就应对啊这个全球化到达顶峰以后啊，全球的贸易量到达顶峰以后，那即将到来的这种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啊，将来的这个出口肯定会是下降的，会是萎缩的，会是有压力的。那这样呢，就希望啊，这个少花钱，尽量的把这吃喝玩乐的这个钱都留在国内啊，最好是把海外的消费呢全部留在国内，同时呢加强进口替代战略，最后呢其实就争夺这种全球的存量市场啊，这样呢就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增加国内内需市场，同时呢又减少了这种外汇储备的消耗，最后是想要得到一个一举两得的效果。这个就是真正的内循环为主体啊，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为促进的新格局的真正含义。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